快看我前方的那栋大楼，像不像是一枚金灿灿的大铜钱？有网友吐槽说，它是广州最丑的建筑，耗资10亿打造，全名叫广州源大厦。当时光取这个名字就花了10万元。有人说它的外形酷似古时候用的铜钱，又加上一身土豪金的颜色，所以它也是广州的地标建筑之一。但是近期它却是伤痕累累，曾经被吐槽，现在被追债，近期又在进行拍卖。这栋大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关注阿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它背后的故事。这栋大楼高度138米，总共有33层，外缘的直径是146.6米，内缘的直径是47米。从侧面看，宽度是28.8米，每一组数字都是经过了严格的设计，非常符合中国人对吉利数字的要求。不仅如此，它还是由意大利的著名设计师约瑟夫设计。2009年9月份动工，2013年12月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广州源大厦的外形设计灵感据说是来自中国古代的开市锣和圆形的玉璧，并非是铜钱的形状。铜钱是外圆内方，这栋大楼是外面的大圆套上了里面的小圆，仔细的对比一下，还真的很像古代的开市锣。锣鼓一响，黄金万两，大家可以打出4个字：黄金万两。而大楼侧面的阳台层次也非常的分明，加上整栋大楼又是在珠江的旁边，看上去真的很像是古代人所使用的水车。俗话说，水车车水水随车，水象征财富，水车不停的运转，那就象征创造财富永不止步。每到晚上广州源开灯的时候，跟珠江江面的倒影刚好又形成一个非常吉祥的数字8，所以这种设计手法不仅仅体现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更传承了我们对于好寓意的一种追求。所以在我看来这栋建筑真的很美又很有内涵。但是这个大楼的主人将大楼建成之后不久，不仅没有发，反而还宣布了破产清算，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广州源大厦的母公司宏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是白手起家，处事也非常的低调，曾经多次登上过胡润百富榜。由于集团的迅速扩张，导致债务压力剧增，宏达兴业最终在前年的2月份进行了破产清算，曾经资产近200亿的巨头逐步开始没落。而据说广州源大厦幕后最大的债主就是广州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为了追债，就以起拍价为55.89亿元开始对广州源大厦进行拍卖。所以即使外观很漂亮，但是现在整栋大楼里面也是人气不高。自从广州源大厦开始拍卖之后，各类的牛鬼蛇神都开始用自己的角度去评论广州源落寂的原因。有人说它的外形简直是土到了极致，把一个大铜钱硬生生的摆在了珠江的边上。也有人说是名字起得不好，所以它才破产倒闭了。也有人说它落寂的原因是因为名字起得不好。广州源在粤语的发音当中就是广州完，完蛋的完。你想想，如果给你10万块钱，你觉得这栋楼应该叫什么比较合适？还有人就说了，公司破产跟这栋楼有很大的关系，甚至还谈到了古代的阴阳说，说古人认为天圆地方，无规矩不以成方圆。规是圆，代表天也代表阳；方是矩，代表地也代表阴。古代的铜钱是内方外圆，叫规矩，而广州源大厦这内外都是圆，圆象征天，天代表阳，这内外2个阳少了阴，就形成了孤阳煞。孤阴不生，孤阳不长，世间万物都离不开阴阳的调和。甚至有人还说你们说的都不对，广州源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旁边的那2个高压电塔，看到了没有？铜是属金，电是属火，火克金，所以把公司给克倒了。
这些民间传闻大家听一听就得了，千万别信。依我看来啊，首先这广州园大厦确实很漂亮，造型很独特，寓意很丰满，朝气很蓬勃，但是生不逢时啊。如果在企业最辉煌的时候开始建设使用，我相信一定不会是现在这样的结果。所以像我们做人一样，当你成功的时候，放的屁啊都会有人跟你说是香的；当你失败的时候，你养大的狗都会嫌弃的朝你汪汪的叫两声。这就是人性。关注阿波，下期视频我们一起走进澳门，带你们看一看用纯黄金打造的发财树。你见过现实版的屁股开花吗？见过比你家饭桌还大的仙人球跟6、7层楼高的仙人掌吗？见过肚子里面可以储存几千斤水的神奇植物吗？在这里还能够看到现实版的地涌金莲跟植物界的九尾妖狐。这里呢还有很多的植物啊，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今天阿波就带着你们走进拥有9000多种植物的厦门植物园，去大饱眼福。走吧，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厦门植物园的里面了。先带大家去看屁股开花跟九尾妖狐仙人掌，然后呢带你们去看难得一见的地涌金莲。你们看现在的植物园的山上呀，都已经装上了爬山电梯，就像毛毛虫一样，真的是与时俱进。这样既可以节省时间，又可以让我们省很多的体力，来更好的游览。你们快看，我们现在仿佛来到了仙人掌的海洋，这里到处都是这种高大的巨型仙人掌。哇，站在它的面前，我仿佛显得都特别的渺小。这个呢，就是仙人掌当中的高富帅，他的名字呀叫五轮柱，跟我这个矮瘦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也是我们世界上最高的仙人掌之一，最长呢可以长到10几米，相当于5、6层楼这么高。它的直径啊最宽可以达到1米多。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仙人掌？真的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一盆就是仙人掌界的九尾妖狐，你看它的尾巴真的是又长又多，而且上面还有很多的绒毛。它的名字呢其实叫猴尾柱，跟九尾妖狐啊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只是大家看了电影《九尾妖狐》之后呢，给它取了一个这么不太漂亮的名字。这种仙人掌呢，经过太阳的照射之后啊，它的颜色会发生变化，所以你看这边是金黄色，这边呢又有点白色。因为它接触的光线不一样，所以颜色也会有所不同。这个呢就是屁股开花了，你们看它的形状像不像马蹄、元宝还有屁股？所以开花的时候呢，被很多人戏称为屁股开花。其实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呢叫做生石花，来自于南非的一种多肉的植物。它开花的时候并不是一直都会开，而是开到一半的时候呢，它会休息一会儿，比如说下午开花，到晚上它再闭合起来。第二天下午呢，再开花，再闭合，就跟上班族一样。你们凑近一点来看一看，它的形状啊，是不是跟我们的屁股非常的形象？所以被人戏称为屁股开花，也是有原因的。其实呢，植物啊都是有名有姓的，一般都是按照介、纲、目、科、属、种。比如说边上的五轮柱就是植物界木兰纲、石竹木、仙人掌科、摩天柱属、五轮柱种。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念自己的身份证上的名字跟地址一样？所以植物啊，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人类把它们啊分的是清清楚楚。这个呢，就是可以储存几千斤水的神奇植物。你们看它的肚子啊，是不是跟怀了宝宝一样大？从远处看呢，就像是一个花瓶里面插了一束鲜花一样。它的名字呢叫做昆士兰平干树，生长的是比较缓慢的，在生长约15年后，它的树干才会逐渐的膨大。经历50年以上的生长，才能够长至于树干，它的直径呢会超过大概1公尺以上的这种巨树。但是这种树呢，它的适应性呀很强，耐高温、耐高湿，而且里面又可以存储大量的水分，大概2000斤左右。你们看看，我站在它的身边，是不是显得我瘦多了？所以跟这种树拍照啊，特别显身材。这个就是很多人听过，但是都没有见过的地涌金莲，它就如同世外高人一样，独立而又神秘。重开一朵朝衣色，免踏尘埃看杂花，说的就是这种花。观音座的千叶莲台，据说也就是地涌金莲。别看它的假茎啊特别的矮小，高度大概才60厘米左右，
但是它很像是一位守护者，静默而坚毅。你看看它的叶片，是不是很尖锐？就如同诗人的笔尖一样，沾满了绿色的墨水，准备书写这美好的大自然。祝愿所有看到地涌金莲的人都能够幸福快乐。真的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植物是地球的绿肺，也是我们获得空气非常好的伴侣。所以大家应该更好的去保护植物，更加的去珍惜美好的大自然。